相信最近呢，大家已经被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有关 AJ37 的信息轰炸的差不多了吧？官方的、非官方的都有。但我要说呢，如果想要搞清楚这双 Air Jordan 系列的最新成员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双鞋，只要看一张图就够了。我们拿到这两个配色的 AJ37 已经差不多1周的时间了。通过这段时间里的观察和体验，我认为本质上它和同样刚发布没多久的国产新旗舰韦德之道10在理念上是十分接近的产品，而他们所表现出的很有可能就是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球鞋行业的发展方向。那如果让我总结成一个词的话，那就是精准。这是一种非常返璞归真的方式，去除不必要，精进必要。但要如何达到所谓的精准呢？让我们回到刚才说的那张图片上来。其实这张图呢，来自设计师自己 po 在网络上的一组设计稿，里面包含了不同阶段的很多图纸。但这张更像是 moodboard 的图片呢，反而让我重复看了很久。图中占比最大的有2个部分，分别是 AJ7 和一些我们并看不太懂的非洲风格的民族图腾。那 AJ7 的部分呢，显而易见，从31代开始 Air Jordan 系列就从头开始对自己最初的鞋款进行重塑，37自然就对应了 AJ7。而中心的这张 AJ7 的鞋底呢，可能是大家第一眼看到37时最容易把二者联系到一起的部分。但在鞋底纹路上呢，37做了调整，从原本 AJ7 的圆形孔洞改为了指纹状的底纹，其实也就是一种变体的人字纹，而且根据不同分区在运动中的功能需求呢，进行了针对性的方向设计。还有在外底的前后掌呢，其实融入了3和7这2个数字，3就是这一块白色的，然后7是这一块。这个绝对不是我的强行解读啊，而是在设计师的手稿中是有明确的标注的。然后呢，让我们把视线左移，来看看37的中底分解图。因为最终37的中底科技配置是前掌一整块 Zoom Strobo， 下方再叠加一块 Zoom Air， 后掌呢则是整块的新科技 Formula 23，再加上中足的碳纤维板。不过显然呢，这种一分为3的中底结构啊，是从最初就被确定的。3个部分呢，也都有各自的用途。后掌呢负责缓冲和蓄力，然后通过中足的碳纤维板传导到前掌，最终由前掌推进起跳，形成一个完整的功能系统。这当中呢有2个点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一个是在另外的 3D 渲染图当中，还能看到碳板上是印有 Flyplate 字样的，而这是 Air Jordan 28时期赋予中足碳板的一个名称。虽然最终的成品呢其实是去掉了这个细节的，但是我完全有理由怀疑啊，设计师参考了彼时碳板的一个设计逻辑。其次呢，就是后掌的 Formula 23材料，37啊在表面加上了一个这种环绕式的 TPU 外壳，来保证后跟整体的稳定性。以往呢，通常都是形变能力非常出众的中底材料才会需要这种外壳来辅助的。让我们再看回那张图啊，在它的右下角这个部分的设计灵感其实就来自于这种非洲雕塑的造型。由此呢，我们可以延伸到这些看不太懂的非洲民族文化当中来。这一文化元素呢，其实对于 AJ7 和37的设计都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那当年 Tinker 在设计 AJ7 的时候，便是从一张印有非洲民族图腾的海报当中找到了灵感。所以 AJ7 的外底纹路、鞋面的结构以及很多配色鞋舌上的色块的设计都来自于此。那这张图片中间背景里的这张图呢，就是 Michael Jordan 1992年在巴塞罗那穿着的一身 Air Jordan 7系列的服装参加活动时候的照片。那身为 Jordan Brand 代言人之一的 Tim Hardaway Jr. 还曾经完整的 cos 过他。而非洲民族文化对于37的设计启发最明显的就是这一层通透的鞋面了。在拿到实物之后，我观察了身边所有人看到它第一眼的反应，大家最先注意到的100%都是这个鞋面，因为实在是太薄了，会让你下意识的担忧它的耐用性。37的鞋面技术呢叫做 Lano Weave， 它的编织纹理源自于西非的手工编织工艺，而原材料叫做 Arkma。 我去搜索了这个原材料的名字啊，发现呢它是一家法国的化工企业，而根据搜索到的资料显示， Nike 顶级的竞速跑鞋 Next Percent 中底所用的 Zoom X 材料也来自于这家公司。至于担忧鞋面能不能负担高强度的篮球运动这个问题嘛，我只想说，那无论是从现代材料学的先进程度来说，或者是 AJ37 这样的一个顶级篮球鞋的定位来说，你还用肉眼看到的这种厚薄来判断材料的耐用性，这个事儿实在就是那么穿过这层鞋面呢，可以看到下面还会有一层骨架式的结构，这显然也来自于 AJ7 鞋面的这种裁片的形态。那这一部分呢，除了受到非洲图腾的影响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灵感来源，就是在设计 AJ7 的那段时期， Tinker 还创造了另外一个也足以称为经典的概念，就是 Warashi。AJ7 本身呢，就是融入了 Warashi 理念的。
它主要强调的就是鞋子利用骨架式的结构，保证足够的包裹和支撑的同时，再通过镂空设计来最大化兼顾灵活和轻质。那图片中呢有2张鞋面结构部分的手稿，看得出在 AJ37 身上，设计师也继续贯彻了娃娃系的理念，继承自 AJ7 的骨架结构呢，会从2侧一直延伸到鞋帮的位置，再配合脚踝2侧和跟腱位置针对性的海绵填充，就让 AJ37 不再需要添加任何的内靴结构，就可以兼顾包裹和轻质，而这正是娃娃系理念想要达成的。OK， 那说了那么多，相信大家呢也已经能够对新的 AJ37 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了。我注意到啊，官方在发布的时候给它赋予了一个6边形战士的称号，这似乎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和不满啊，认为 Jordan Brand 过于自夸自大了。我觉得啊，首先 Jordan Brand 作为整个球鞋设计行业的风向标，他说任何话都谈不上是在自夸吧。其次呢，所谓的6边形战士，我认为并不代表完美，毕竟这世界上永远都不会有完美的球鞋，对吧？至少呢，从目前短暂的体验来说，它也是一双需要适应和磨合的球鞋。之后再经过不同人群长时间的使用，大概率也会暴露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来看，它确实通过这么多年来的积累，根据当今篮球运动对于球鞋各个部位的需求，进行了针对化的精进和平衡。我认为这才是对于6边形战士含义的真正解读，而这也很可能影响接下来整个行业的发展。OK， 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拜拜。